兄弟们啊，这比赛就4个字儿：虽败犹荣。欢迎来到吕说体育。今日快船105比109不敌森林狼，遗憾输掉了比赛。这场比赛呢，论结果快船输得不冤，毕竟人家是西部第一啊。但是论过程还是稍稍有点遗憾，就差那么一点儿就翻盘成功了。今天这场球啊，最后时刻让我看到了上赛季快船以弹养 G3那绝地5后卫的即视感，拼到最后一刻还是功亏一篑。今天两队可以说打出了季后赛的防守强度，尤其森林狼这边从比赛开始就把强度给拉满，这也导致了今天乔治和哈登很不适应，命中率确实有点拉胯。即使俩核心发挥这么差，能把比赛打到最后一刻，足以见得现在的快船有多么强大。还有今天森林狼2次一度领先多分，快船总能追上，足以见得现在的快船有多么有韧性。其实今天快船主要输在了内线上，戈贝尔和唐斯的双塔可谓是联盟最强的内线组合了。加上快船这边主力内线展博有打，他对快船的作用都不言而喻啊。今天无论是泰斯还是普拉姆利都没法对得上，被打爆了。最后卢指导实在没办法了，把威少顶到了5号位，又祭出了绝命5小阵容。咱说实话，今天威少也挺争气的，没有给黑子们机会啊。虽然说前面表现的也不好，但最后他还是顶住了，在内线硬刚戈贝尔，并且2次斜切隔后成功，后来也都2发全中。还有他的传球啊、篮板啦、助攻啦、3分啦，还有造进攻犯规，把自己的一切都留在了最后的赛场上。可能有些黑子们要说了，最后啊突进去上篮干嘛？干嘛不投3分？最后还不中？没看到他最后几秒才拿到了球的吗？而且啊，当时森林狼的战术很明显，就是给突不给投，就算进了也没时间了。所以今天少爷真的没得黑，除了少爷，小卡依旧发挥稳定，最后的抢断也挺牛的。虽然说哈登和乔治发挥一般，咱就说谁也有状态起伏的时候。今天能打到最后一刻已经很不容易了，都尽力了，就专注下一场吧，加油吧！再次感谢大家收看吕说体育，我们下场比赛再见。